不要跳过剧情，神正写下你的故事，你以为只是过场动画，却是他为你铺排的命运转折。你有没有玩过这样的手机游戏？进入关卡，画面开始播放剧情动画，有角色对话，有回忆片段，有世界观解释，但你连看都不看，直接狂点跳过、略过、快转，心里想着这些对话没用啦，我只想打怪升级就好。于是你跳过了一个关键提示，错过了一段角色背景，甚至不了解自己为什么在打这场仗。结果呢，后来遇到一个超难打的 BOSS， 别人知道秘密弱点，而你却一脸茫然，因为你从头到尾都跳过了剧情。这何尝不像我们的信仰人生？我们常常也想快转痛苦，略过低谷，跳过等待，只想立刻迎接胜利与祝福。但神却不断对我们说，停下来，这不是浪费时间，而是我正在写的故事。志豪是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，大学念得不错，实习经验也很丰富。他以为自己会在毕业后顺利进入一线公司，大展身手。结果他投了上百封履历，只有3家公司回复。最后进入的那间公司完全不在他的计划内，而且薪水偏低，工作内容繁琐。这不可能是神的计划，他心里抱怨。于是他开始祷告，主啊，求你让我快点离开这里，让我去发光发热的地方。但这份工作他一待就是1年半，就在这1年半里，他学会了忍耐，学会了与不同背景的人合作，也遇见了一位非常关键的 mentor 导师，在信仰上帮助他成长。最后他被推荐进入一家梦寐以求的公司，而这份推荐的关键正是那位他在被他看不起的工作中遇见的 mentor。 有一天他回头看，才发现这1年半不是空白，是剧情发展，是神早就写好的铺陈。若说圣经中有哪一位人物的人生就像史诗级剧情 RPG， 那肯定是约瑟。他年少得意，有异梦，有父亲宠爱，有色彩外袍，看似主角光环加身，人生无敌，但剧情急转直下，被兄弟陷害，卖为奴隶，被诬陷，坐牢多年。你若是约瑟，一定会想，能不能快转这段？这是哪门子祝福人生？但神却没让他跳过，反而让他经历完整的低谷流程。因为这些剧情段落正是他之后成为宰相的必要养成。后来他对哥哥们说出震撼的话，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。创世纪50章20节，你看见了吗？他没有跳过任何段落，却让整个故事成为无懈可击的神剧情。为什么我们总想跳过剧情？说穿了，我们都喜欢高光时刻，不喜欢铺陈。我们希望信仰像捷径地图，一路直通，祝福关卡。但人生不是快闪打怪，而是沉浸式冒险。而神更不是让你一路顺风的导游，而是为你量身打造剧情的作者。神比任何游戏设计师更精准地安排故事节奏。他知道你需要先经历失败，才能懂得怜悯。他知道你要先被拒绝，才能学会聆听。他知道你若跳过小任务，会无法面对最终 BOSS。 你以为是无聊的对白，其实是你人生的核心关键。
你想略过的等待，其实是他为你装备的过程。手机游戏里有些剧情不只是装饰，它会影响后续任务。曾有一款游戏设定得很巧妙，如果你早期选了某句对话，完成某段支线，未来某一场 BOSS 战会出现特殊协助角色。反之，若你略过那段剧情，这角色就永远不会出现。许多玩家到了后期才发现，早知道那时候就不要跳过了。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？神可能早已在你某一段看似平凡的经历中埋下未来的关键资源。他可能安排一段人际关系、一次误会、一场延误，来成为你未来使命的一把钥匙。而若我们总是急着快转、跳过、逃避，我们就会错过那把本来属于我们的门锁密码。耶稣也不跳过，他选择走完全程。耶稣来到世界，若只是为了拯救我们，其实他完全可以闪现降临，钉十字架，升天，干净利落，效率满分。但他却选择走完人生的每一段剧情，出生在马槽，成长在小城拿撒勒，被误解，被拒绝，为朋友洗脚，被最亲近的人出卖，一步一步走向十架。他没有略过痛苦，也没有快转黑夜，因为他知道拯救的剧情必须完整才是真实。而他也透过这段剧情告诉我们，你人生的每一幕我都懂，我都经历过，我与你同行。结语，当你想快转时，神说，留下来，我正在写一个关键转折。或许你现在正走在人生的一段无聊剧情，日子重复，看不到盼望，甚至怀疑神是否还在。你可能在心里偷偷问，主啊，这段可以快转吗？但神却轻声对你说，这一段我正在写下一个重要铺陈，你若略过，将错过最美的见证。所以别急着点跳过，他正在编写你人生的主线任务，一点也没浪费。甚至那些你以为最不起眼的支线，将成为你未来见证的核心剧情。让我们学会在等待中停留，在痛苦中相信，在平凡中期待。因为不要跳过剧情，神正写下你的故事。